美国智库不懂中国的战略战术，搞得台海兵棋推演开挂的有点变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超。近日，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一场兵棋推演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屡战屡败的美军竟然在这场兵推中赢了，而且号称在兵棋推演中击毁了解放军130多艘军舰。但是很多人没注意到，这场兵推之所以能得到这个结果，是基于4个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几乎都是开挂的存在。这场兵推的红军扮演者本身就是个弱智，因为他根本不懂中国的战争哲学。中国人打仗讲究扬长避短，出其不意，这些呢他通通没有。比如解放军为什么不可以长期锁台？为什么不能把军事行动变成以远程打击为主，或者说是以打促谈的模式？第二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在其24次兵推中有4个不变的前提条件，你也可以理解为条条都是弱智的呈现。按照其推演，台军没办法获得制空权，所有的军舰都被击沉，大型防空导弹阵地也被摧毁。那么光靠一些火炮、单兵反坦克导弹和便携式防空导弹就能阻止2栖登陆吗？如果台军真有在滩头遏制解放军的能力，根本就不需要继续兵推，因为解放军就不可能采取行动了。这就相当于玩枪战游戏时，我先保证自己对子弹免疫，那当然就是无敌的了。按照其兵棋推演的设定，美军必须能够使用其在日本的基地进行作战行动，这个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驻日美军基地它有几个？这些基地在战时能存活吗？如果不能存活，那么美军又能从这些基地出动多少兵力？又怎么可能只阵亡3000多人？这个假设就等于给美国军队的出发基地加了保险，等于解放军不能打驻日美军基地。请问解放军的导弹是烧火棍吗？既然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已经出兵干涉台海战事，凭什么不能打这些部署在日本的军事基地？第三，按照设定，美国必须拥有远程反舰导弹，以便从远处集中火力打击解放军的舰船。这又开挂了，等于假设美军的远程导弹一定能够在防区外打击解放军海军。请问美国现在有这样的导弹吗？解放军会不还手吗？这又等于在玩游戏时保证我的子弹可以100%的命中对手，那还玩个什么劲？你直接宣布自己赢了不就行了吗？虽然美军计划列装射程900公里左右的隐身巡航导弹，但是美军要发射这些导弹就必须出动轰炸机，而这些轰炸机在西太平洋方向行动必须依靠空中加油机，且几乎没有战斗机护航，很容易被前出拦截的歼20、歼16战斗机所干掉。而且美军的隐身巡航导弹都是亚音速的，飞到台海这边要花上40分钟到1个小时，需突破中国飞机、军舰所组成的好几层防空网，突防成功率没有那么高。如果解放军再在台湾地区东部建立起防御纵深，美军在缺少高超音速导弹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保证击毁解放军的军舰？为达成这个目的，美军准备损失多少架轰炸机和航母呢？所以这个先决条件更是胡扯。实际情况是，解放军的舰载防空武器甚至比美军还强大，亚音速导弹想突破防御圈是非常难的。第四，美国需要在开战前全面武装台湾，并且其军队能够立即介入冲突，这个就更离谱了。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军从西海岸出发到台海就要20来天，从关岛出发的军舰也要5到7天。美军真的是开挂过来的吗？提前全面武装台湾听起来很好，问题是你敢吗？这不等于提前告诉解放军该动手了吗？这个推演好像是美国掌握着解放台湾问题的主动权一样，完全是脑子不正常。所以看似美国军队赢得了这场兵棋推演，实际情况完全是开挂开出来的。美国智库的这个水平，中国人当笑话看看就好，不必当真。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